Hello，大家好，我是 KK。ChatGPT 的出现，正像30年前的互联网以及10年前的智能手机一样，让我们每个个体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当我们向 ChatGPT 发问的时候，它用来回答我们的，正是源自于所有人类最有价值的知识的集合。那么，当我们和这类大型语言处理模型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时候，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潜意识呢？而我们之后的思考又有多少是来自于我们自己，而多少来自于这些潜意识的影响呢？或者说，我们每个个体的自我意识会不会因此而逐渐消失呢？刘慈欣的小说《三体》中描绘出这样一个非常奇特的高维文明的形态，他把这个文明称作歌者。这个文明已经掌握了宏观和微观的一切，他们通过吞噬行星甚至是恒星来获得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整个文明就像是一体化的巨型生命体，而每个个体只是其无限小的组成部分。他们不再有个体和群体之分，因为群体就是个体，个体就是群体。在高维的空间里，他们像一朵云浮游着，没有固定的形态和位置，同时又包含了整个文明的智慧和力量。他把这种个体和集体合一的状态称作集体意识。在集体意识中，高维文明的个体之间无缝的连接，并且共享着所有的智慧和信息。这种状态使得高维文明的个体之间不再有任何的矛盾，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融合成了一个整体。在集体意识的状态下，高维文明可以实现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旅行和传送，并且操纵物质和能量之间的随意转换。这使得高维文明成了宇宙中最强大的存在之一。我第一次阅读这样的描述的时候，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个体怎么会消失呢？纵观人类的历史，那些伟大的发明和创造，那些丰富的思想，不都是由那些伟大的个体所推动的吗？毕竟，如果个体都不存在了，那我们还怎么去思考和创新呢？而笛卡尔最著名的论点“我思故我在”，不正是强调了个体意识存在的必然性以及优先性吗？其实，从某些角度讲，我们个体和集体早就密不可分了。而 ChatGPT 的出现，正像30年前的互联网以及10年前的智能手机一样，让我们每个个体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我们先来说一下什么是 ChatGPT 以及它背后的技术吧。ChatGPT 是基于一个 Generative Pre-training Transformer 的大型语言学习技术，也就是说，它会根据你输入的文字来预测后面最有可能跟随的文字，以给你答案。GPT 模型的核心是 Transformer 这种结构，它是一种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神经网络模型。而自注意力机制可以让模型在处理文本的时候关注文本的不同部分，并且动态的调整自己的权重，从而使模型能根据上下文形成连贯的文本。这种简单的模型在输入了海量的数据进行训练之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它涌现出来这种理解能力以及自己形成思维链的能力，让它成为现今最有实际价值的语言模型之一，可以帮助人类解决非常多的问题。正是因为近年来这个模型展现出的优越性，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会像互联网、智能手机以及搜索引擎一样，成为我们生活、工作、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它也是目前科技界最看好的一种互动的 AI 模式。这里的 AI 指的不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而更是 Augmented Intelligence， 就是增强性人工智能。它的出现不是颠覆我们的生活、学习、创造的方式，而是辅助和增强我们每个个体的能力，就像义肢的概念一样，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智能手机，我们现在对它的依赖来获取新的资料和家人通讯，以及超越了手机作为一个身外之物的标准。而我们依赖互联网进行学习，依赖搜索引擎来获取资料，我们和 ChatGPT 的关系也会渐渐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这种大型语言模型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私人助手，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关于 ChatGPT 的模型的概念以及理论，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作为 GPT 这种语言训练模型所构建的神经网络呢，它的输入完全取决于它训练时所收到的输入。而 ChatGPT 正是进行了这种海量的文字的输入的训练，才让它达到今天的这样不可思议的能力。比如说，在前一个版本 ChatGPT 3的时候，对它的训练就输入了大概570GB 的纯文本的文件，而这些文本全部来自于人类的书籍、网络、智慧、文章以及一些其他的文本数据。这些文本数据来自于人类几千年的积累。当我们向 ChatGPT 发问的时候，它用来回答我们的，正是源自于所有人类最有价值的知识的集合。也就是说，在和它对话的时候，我们在和全人类的知识同时进行对话。
而它给我们的答案也是源自于所有人类知识集合的对我们个体的问题的一个反馈。那么当我们和这类大型语言处理模型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时候，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潜意识呢？而我们之后的思考又有多少是来自于我们自己，而多少来自于这些潜意识的影响呢？或者说我们每个个体的自我意识会不会因此而逐渐消失呢？神经科学家 Benjamin Libet 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叫做自由意志实验。他用这个实验来说明我们人类大多数的行为和决策其实是由无意识或者是潜意识驱动的，而我们的意识只是在我们做完决定之后对这个决定做一个解释，我们并没有自由意志。在这个实验中，受试者需要按下一个按钮来记录他们行动的时间，同时还需要注意到一个闪烁的灯光。Benjamin Libet 通过搜集受试者大脑的神经活动，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大脑的潜意识神经在一个人的行动开始之前已经做出反应了，而受试者意识到自己要做某个行为的时候，比他潜意识产生这个行为已经慢了大概200毫秒。比如说，你今天晚上想吃糖醋排骨，在你意识到你想吃糖醋排骨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已经把这个信号发送到你的大脑了。而你是吃这个糖醋排骨这个决定，你以为是你有意识做出的这个决定，其实是你的潜意识告诉你去做这样的决定，而你的潜意识是不直接受你的意识所影响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是由我们的潜意识控制的，而我们的意识的存在只是用来在行为发生之后来解释它的合理性，让我们有了一种自我控制、自我有意识的这种假象。那是不是说这个实验就证明我们没有自我意识呢？我觉得不是的。我们的潜意识虽然不像表意识那样连续和可控，但并不代表它就不是自我意识，也并不代表它就不受影响。你可以通过学习有意识的接受某些信息来影响你潜意识中做的一些反应。我更认同 Klaus 拉普的超越自我，或者说叫 transcending self 这个论点，认为自我意识和集体意识是一种超越和融合的关系，个体可以超越自我，融合到集体的意识之中，从而实现更高级的存在和理解。拉普认为这种超越自我的存在是人类进步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就像刘慈欣对高维文明的描述一样，他们并不是没有个体，没有自我意识，而是个体之间无缝的连接，并且共享所有的智慧、信息、知识和创造。这种状态使得高维文明之间没有了争端和矛盾。集体意识不是一种单向的控制状态，而是一种相互影响和相互协作的关系。在这种状态下，高维文明的个体和集体之间几乎没有摩擦的协作和融合，从而实现了更精密和高效的协作。看看近30年来人类的发展吧，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它让我们打破偏见、极端主义，帮助弱势群体，弱化性别对立等等。这条路当然还远远没有结束，而 ChatGPT 的出现正是让我们在思维上可以更容易、更高效地和人类整个群体联系在了一起。它让我们连接得更加紧密和开放，让个人和集体意识进一步的融合和超越。海明威在1937年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之后，面对残酷的战争场面，非常悲痛地写下了他很有名的一部小说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他在书中引用了这首诗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ach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If a cloud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a less. Each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for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and therefore sent not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The bell tolls for thee. 我希望随着我们每个人和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终有一天所有人都会意识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爱着每一个人，就像每个人也爱着你。